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师傅。今天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啊！今天什么日子呢？就是咱们搬家1周年的日子啊，整整1年了，住进咱们这个新房啊。咱们这个房子从装修开始就一直在拍视频，装修日记系列啊，一直到最后住进来的一些家电的一些使用体验呀，各个方面吧，我拍了很多的视频，很多老的粉丝一直看我的视频到现在，也有观众在问啊，住进来之后怎么样呀？就是买的有些东西啊，或者是房子的一些设计，包括我的一些索菲亚的衣柜啊，各种家用电器的使用体验吧，一直有朋友在私信问我，然后我也没有时间挨个的回复大家啊。那咱们今天这个视频呢，就是总的给大家来讲一下我搬进这个新家住了1年之后总的一个体验和一个感受吧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。那咱们先带大家转一圈吧，就是看一下住了1年了，这个房子有没有什么质量问题，或者有什么损坏啊什么的。怎么说呢？就是比刚搬进来的时候。东西要多了，要杂乱一些，大家觉得是这样吗？当时搬新家的时候有2盆花啊，比较大，都被我养死了，现在就只有窗台上那2盆小花。然后看一下，卫生间，然后儿童房啊，小朋友的欢乐地带，然后。这个我的房间，我现在是住在这里。然后这是我的飞度的原车座椅，我不是换了那个魔术座椅嘛，所以这个座椅就先堆在这里啊，还没有想好放在哪，之后可能会把它打包起来放在阳台上，放在外面吧。那这边是主卧，刘萌萌和她妈妈的房间，是他们的卫生间，然后有一个小板凳，就是刘萌萌站在上面，这个洗漱用的。怎么样？大家觉得我住了1年，家里面还有小孩，这个房子是不是保持的还比较新？是不是还比较新？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是不是就乱了一些？其他的还好啊？其实不然啊！大家仔细看这个墙啊，我给你离近点，大家仔细看这个墙看手掌印啊，这边。墙上，然后尤其是刘萌萌这间房，这里，他涂的，他画的，然后这边墙应该多多少少有，在这里就要说到一个问题啊，就是选乳胶漆和壁纸到底怎么选？其实我觉得乳胶漆它的耐久程度是不如壁纸的。乳胶漆它更容易被涂花或者被小朋友画花，更容易被摸脏，然后你是把它擦不掉的，甚至更容易把它磕碰给磕坏。比方说那里，磕坏了吧？它的耐久度不行吧？它更容易被弄脏弄坏吧？但是我不喜欢壁纸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我觉得壁纸它时间长了会翘边儿，尤其是家有孩子的话，那肯定是无法避免的，给你弄坏弄脏。但是这个东西我想得很开啊，因为房子就是用来住的嘛，没必要太过于纠结这个东西。我觉得刷乳胶漆的好处就是每隔几年它脏了可以再刷嘛。国外的人就特别热衷于刷墙，家里面的墙每隔个3、5年就要刷一遍。其实乳胶漆它就是更适合于再重新的刷，这样就会很好。但是壁纸你要重贴，好像就工程量有点大吧？我觉得，就是乳胶漆你直接在往上刷就行了，只不过刷的时候只能往深了刷。就比方说你是白色，然后你可以刷成灰色，然后已经灰色了以后呢，你再深一点，往上盖。但是你深色想刷回白色，可能就得费点劲儿了。然后说一下客厅吧，咱们使用下来呢，就是这个客厅有一个不好的点，就是这个茶几有点大，有点占位置。虽然说也能走得开，也能坐得下，但是咱们有的时候要在这个客厅的地毯上做一些活动，比方说我老婆她想做个瑜伽，或者她想在这块跳个减肥操，就是看着电视跳个减肥操，这个茶几就非常的碍事儿，而且还很重。虽然它有轮，可以把它推到那边。如果再让我选一次，我们会选一个小一点的茶几，比较轻便的，哪怕是不带抽屉，就是一张桌子那种，非常的小巧。这样的话会比较好。然后其实沙发呢，
其实这个也可以不要，如果不要的话，这会有点空。但是这一个沙发，说实话，它放东西的时间比较多，坐人的时间很少。它就是用来放东西的一个沙发。每次从外面回来，然后顺手把外套或者包包什么的就堆在这个上面，堆很多。也不怎么坐人。家里人不多嘛，其实这块可以再简洁一点，活动的空间可以再留大一点。电视柜和电视机都还好，刚开始装上的时候会觉得电视柜有点高，然后看电视会有点仰视。其实现在用下来还好，我觉得刚刚好，就有种影院的感觉，看电影的感觉。这个电视柜也是非常的能装东西啊，看里面已经被我们摆满了很多东西。然后别的就都还 OK， 窗帘啊、灯啊什么的都很好，没有一个灯灭的，没有什么质量问题的地方。然后来说说索菲亚的衣柜吧，使用下来1年，至今没有出现任何质量问题。它的这个开关呀、五金件呀都非常合适，也没有掉螺丝呀，也没有哪里坏的，包括这边的。索菲亚的柜子使用1年啊，其实柜子空的挺多的，上面那一排基本上没装东西啊，底下还是装的比较多。其实我觉得这一块的空间非常有用，它属于一个餐边台，就在上面准备一些饮料、酒水什么的，非常方便。饮水机放在这儿，杯子什么的放在这儿啊，平常这上面有一些冲的茶叶啊，什么喝的。在这里操作，相当于一个茶水吧台的一个功能，非常的好。你一定要有一个餐边台、备餐台，这块用的特别舒服啊。接好水、倒好水，坐过来。然后冰箱呢，就是很多人让我去说一下冰箱的使用体验。其实这个冰箱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因为这个冰箱用起来很省心，没有出现过问题，没有什么可说的，反正用下来就是舒服，非常的舒服。这个冰箱大，就是大，平常也装不满。其实这个冰箱确实是大，我们一个3口之家根本把它装不满。那装不满，我觉得也得要一个大冰箱。大冰箱好，我只能说大冰箱好。这个东西就跟那个存款一样，你可以不用，但是不能没有。你万一哪天放个大件进去，对吧？就非常的方便。看一下厨房，用了1年的厨房了，平常做饭也比较多，我也会经常拍美食节目。其实厨房用的是最多的。咱们这个柜子啊，看一下细节。其实这个白柜子啊，还是比较容易脏的。看一下。这里无字，然后这里，这个白色的大理石，这个角这个地方它就不太容易被擦到。然后打开看一下这个扭的这一块啊，就会比较黑，大家发现没有？看这块就有一些污垢，这块还有这个。索菲亚的这个五金件还是非常好的。这个厨房的话，就是白色的话，打扫起来确实有点累啊。然后卫生间嘛，卫生间都还好，没有什么漏水啊，一些质量上的问题。这个卫生间啊，说一下，幸亏当时没有买个浴缸摆在这儿，摆了以后这个卫生间就会很拥挤。其实我这个卫生间看上去是不是挺大的，但是你摆上浴缸以后，你会变得很拥挤。你看我现在没有摆浴缸，是吧？东西已经很多了。这边晾衣服，然后底下是刘梦的这个洗澡盆、洗头床，然后桶子、盆子之类的。这是我的专用卫生间。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啊，叫马桶泡泡。这个东西非常好，怎么用呢？就是我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它是这种发泡剂，我现在只喷了一点啊，其实你可以喷很多进去，就是喷了以后它会发泡冒起来。它有2个非常重要的作用，一个是防水溅起来，大家有没有那种体验，就是你奥利给掉下去的时候，那个扑通一声，然后那个水会溅起来，对吧？这特别难受。这个泡泡就可以缓冲，然后让水溅不起来。第2个就是防臭，因为你这个泡泡冒起来之后，你的奥利给掉进去以后，它是被包在里面的，相当于把它封锁住了，知道吧？防臭、防水溅啊，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。然后这个卫生间的这个推拉门上装了一个这个装置，这个非常好，
可以把拖鞋的水沥干。拆装的。然后来这间房，这间房其实当时我拍装修日记视频的时候，争议比较大的就是咱们这个衣柜，有些人受不了这个衣柜在头顶，就是我现在看来呢，我觉得这样做是非常非常正确的，因为咱们衣服不是特别多，我老婆衣服也不多，就完全够放。这些柜子啊，就是容量来说完全够放。然后呢，咱们这一圈哎，是吧？活动起来非常方便。就是咱们这3条过道，这个一面、这一面，还有这一面，就非常的宽敞，就转起来啊，非常合适。刘梦的房间呢，我说实话，他用的也不多，他也很少在这里面玩，他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喜欢把他的玩具搬到客厅去玩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等他上小学以后啊，把床摆好，然后给他装一个公主的幔啊，到时候给他安个写作业的桌子。分床了，他就自己去他自己的房间睡吧。然后就是我的房间就是比较好的一点，就是可以通往阳台，然后有个大落地窗。我的这个房间是采光最好的一个房间，虽然说现在东西有点多，有点乱。到阳台上来，在阳台上现在东西也比较多，还没有收拾啊。今年夏天要好好把这些东西收一收。收拾。我这个房子呢，我觉得户型还 OK， 但是我这个房子有一个缺点，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？这个缺点呢，也是在我住进来之后啊，我才发现的一个缺点，就是我这个房子的采光特别不好。大家看一下，现在是白天，我把房间所有的灯打开，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状态。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方位啊，我这个房子是南北通透。那也就是说，只能晒到中午的太阳。我这栋楼呢，它又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造型。我在阳台上给大家看一下，我这个楼它是一个这样的造型。这样的一个造型，看啊。咱们那个方向是南边，这边是东边，也就是说，只有中午的时候有一个光会从这2个缝中间晒进来，然后我们家朝南的窗户分别就在这边，然后在这个缝里。咱们从卫生间的窗户看出去，你看是楼被挡了半个。咱们从厨房的窗户看出去，看也是楼被挡了半个。这个朝向是南边。然后咱们这个客厅的朝向是北方啊，包括2个卧室都是背阴的面，是晒不到太阳的那面，所以说我这个房子的采光它是非常不好的。幸亏我前期在装修的时候这个灯装的比较多，然后弥补了这一点。然后采光最好的房子其实就是这一间它外面没有楼体的遮挡，然后再加上我当时做了一个大落地窗，所以这间是采光最好的房间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吧，所有的灯关了的样子是什么样的啊？就这采光，是不是有点黑？就这间最亮了。采光不好呢，它是个缺点，但是它也能带来一定的优点，什么呢？就是我这个房子夏天特别的凉快。本来这个位置是准备安排一个这个立式空调的，但是因为我这个房子通风好，刚不是说了吗？风大，然后再加上太阳晒的不是很多，所以这个房子夏天特别凉快，几乎不用空调，就开窗通风就能很凉快。咱们新疆比较干燥嘛，就是阴凉的地方会很凉快，晒到太阳的地方会很热，不像内地潮湿的那种环境中，不管是阴凉处还是晒太阳处都是一样的热，但是我们这就不会。采光不好，它既是缺点也是优点吧。我们家的这个洗衣机在这啊，然后晾衣区呢就只有在这里面，我在那里搞了根杆，然后在这晾衣服。其实我觉得衣服还是得晒一晒比较好。我也有想啊，在这个地方去给它装一个晾衣服的地方，晒衣服的地方，就是我到时候会在这装一个这种折叠的机构，啪搭下来，然后在这晾衣服。因为这个阳台风比较大，就是这块的风特别大，
吹的话可能会把衣服吹掉，但是在这个拐角里面，咱们拐进来之后，这块的风就比较小，或者在这一块哪个地方搞一个晾衣服的地方，可以让衣服晒晒太阳啊，这也是不错的。这是我后期会改进的一个点。那我这个房子还有一个缺点呢，就是风噪有点大。因为咱们新疆风沙特别大嘛，尤其是在春季，要刮将近1个季度、3个月的这个风，每天都在刮风，每天都在刮风，有的时候还是刮风加沙尘暴。我就发现，只要风一大的时候，我那个阳台就会出现风噪。怎么来形容呢？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那个阳台，它是一个洞的那种结构，就是你在楼下往上看，它是中间有空洞，风穿过这种洞的时候，它会产生一个特别大的噪音，嗡的那种噪音，就是一到刮风的时候非常的吵。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缺点。我相信不只是我们家吵啊，我感觉整栋楼只要是面朝那个2个楼中间阳台那块区域的时候，我猜测它都会很吵。所以这也是一个缺点，就是当时开发商设计的时候，可能光想着设计个阳台出来，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阳台中间的镂空会产生非常大的风噪。还有一点就是那边学校，真的有点吵啊。虽然说是学区房，但是这个学校的广播操确实有点让人难受。大家听一下这噪音，就有个学校啊，天天做操，这个声音特别吵。每天早晨做操，每天下午做操，睡午觉的时候做操，然后早晨早早的做操。早上7点半做操，太吵了。那这就是我入住1周年的住下来的一个体验和一个感受吧。搬进新家1年了，咱们拍一个视频来纪念一下。那 OK，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